罗杰海贼团全员能力公布，30名船员果实能力者只有2人，但三色霸气高手却多达5人。船长戈尔蒂罗杰，三色霸气俱全，巅峰时期一招神臂击飞玉田，2招打败巴雷特，3招战平白胡子，是史上第一位征服伟大航路的传说，也是一直活在每一集开头的男人。副船长兼船工冥王雷利，三色霸气俱全的海贼王右腕，曾用霸王色吓退过4皇黑胡子，而他的体术和剑术更不容小觑，这一点马尔科最有发言权。仅一指就挡住不死鸟的小奥义，甚至与大将黄猿交战数个回合不落下风。舵手银斧甲巴，海贼王罗杰的左腕，凭借一把双斧令新世界的海贼们闻风丧胆，有着出色的领导能力，战斗经验也极其丰富，跟随罗杰打了大大小小数百场战斗。据传言他的霸气比雷利还要强，或许甲巴会是路飞在巨人国艾尔巴夫的第2位师傅。水手桑贝尔，罗杰海贼团唯一的鱼人，身形高大，武器是一把钢叉，但他最擅长的是体术鱼人空手道。船医库洛卡斯不仅医术高超，实力也很强，他拥有惊人的狩猎技巧，能够一击打倒体型巨大的海王类，耐力也超出常人，经常在拉布的胃酸里游泳。狙击手比塔姆，千万不要被他滑稽的外表所迷惑，百发百中的狙击能力甚至可以击落数公里外的目标，不知道和耶稣布比谁更强。瞭望员多林格，背后长着一对蝙蝠翅膀，是一名擅长空战的高手，看站位应该是和马尔科对战过，估计也是个实力很强的家伙。特殊战斗员玉田拥有聆听万物的能力，三色霸气俱全，并且都觉醒了高级衍生用法。剑术方面的造诣更是受到白胡子和罗杰的认可，太多的龙鳞也难抵挡玉田的炸裂一击。可以说罗杰能当上海贼王，一半的功劳都要归于玉田。战斗员巴雷特，人称魔鬼后嗣，也是一位三色霸气俱全的体术高手，同时也是果实能力者。巴雷特的天赋只能用恐怖2个字来形容。巴基评价他的实力与雷利势均力敌，而那个时候的巴雷特只有17岁，如果不是后来被卡普战国联手击败送进推进城，他的实力可能真会超越罗杰。战斗员诺兹顿是一位力大无穷、身材魁梧的壮汉，但他并不是巨人族，目测身高有10米。原大将青雉和老沙都无法捕捉到乔兹的速度，但诺兹顿却徒手拦住过乔兹的钻石冲撞，可见他的洞察能力和力量有多逆天。战斗员芋头是一名在新世界小有名气的剑豪，凭借出色的剑术加入罗杰海贼团，每次战斗都站在最前面，开战的时候也是第一个冲上去和敌人交手。战斗员斯宾塞是一名颜值很高的剑豪，没准是第1代的海贼贵公子，就是不知道他和卡文迪许谁更强。战斗员眼龙，罗杰海贼团唯一的拳击手，参加过新世界格斗大会，至于拿没拿到过冠军没人清楚。战斗员米雷派恩，身穿北欧围巾风格的小老头，武器是一把流星大铁锤，看起来也不是等闲之辈。情报员莫莫拉，有人说这家伙就是摩根斯，因为帽子有2处细节十分相似，并且摩根斯是果实能力者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只不过是他的信天翁形态。实习船员红发，拥有持平世界第1剑豪鹰眼的剑术，并且三色霸气俱全，甚至超过了船长罗杰，是仅次于乔伊波伊的存在。实习船员巴基，4分5裂能力者，唯一一位拥有霸王色运气的男人，也是唯一一位名字不能倒着念的强者。剩下的13名船员都只能算是船上打杂的，实力不出众，也没有过人的能力。总体来看，罗杰海贼团的整体实力并不均衡，强的很强，弱的也很弱。这是普通底薪观察员，这是额外奖金老演员，这是5险1金作业员，这是3倍工资战斗员。别人打架靠实力，黄猿打架靠工资。面对不同的福利，黄猿有着不一样的战斗形态。抓捕巴雷特的时候，黄猿就是观察员形态，工资发到位了，但赤犬也仅只是给他卡里打了底薪，所以1个月才几千块，玩什么命啊？黄猿显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，上班就是低打卡成功，去了现场先看戏，事情不妙派小弟，全程就是一副摆烂状态，靠点等下班。黄猿是能不动手就先看看再说，实在不行就在几公里外的海面命令全舰火力压制，以至于在片尾我们能看到赤犬又冲着手下发火了。而顶上战争这个时候的黄猿就不一样了，明显是老演员形态。战国是非常了解3大将的性格，所以在开战前就给黄猿先发了奖金，但是拿多少钱办多少事，一直都是黄猿一成不变的规矩。顶上战争他确实没摆烂，但也没怎么认真，全程都在演戏。800米开外能打中一个小小的钥匙，这么精准他偏不爆头。大范围的6E技能变成了8尺描边玉，赤犬后面看他的眼神都不对了。这一刻赤犬似乎明白了，黄猿吃的是人人果实幻兽种就离谱形态，所以在顶上一战结束后，赤犬重伤，青雉轻伤，只有黄猿衣服微脏。但是作业员形态的黄猿就不一样了，战国还没下令，他就主动请缨前往战场教训超新星，显然是上头吴老星给他教了5险1金，以至于黄猿走路都带风，说着最怂的话，打着最狠的架，一口一个好可怕，一脚一个超新星，什么养生剑法，什么8尺描边玉，通通都没有了。这一战黄猿是真干活，虽然超新星一个没抓住，但是带回海军本部500名海贼充数，既完成了任务，也算是给了上面一个交代。总之活干的还算挺漂亮。而提前预支3倍工资的黄猿，那就像换了副面孔，打责法的时候下手一点不留情，这恐怕是他最认真的一场战斗，也是8尺琼勾玉打的最准的一次，弹无虚发，全部命中，可能是吃到甜头了吧。
后来黄元听闻大妈要与凯多结盟，面对2个四皇仍旧向赤犬请缨前往和之国，但是被拒绝了。毕竟对付四皇是小问题，给师傅的葬礼安排妥当才是大事。赤犬下的令，黄元动的手，青之剑的木，卡普抬的棺，战国吹的响，阿赫哭的粉，一条龙的白事，徒弟和同事们给责法安排的明明白白。这是真雷神，这是假雷神，这是真变态，这是假变态。本以为是青铜，结果是王者；本以为是王者，结果是青铜。这是有效装逼，这是无效装逼，这是真作者。所有牛皮全成真，美女剑豪带着肉来了，没想到2年后真的就来了。这是假作者，亲自答题海贼王知识大赛，却只答对了一半，得了一个不及格。取名果实刘索隆，普通家庭马山治，老底坐穿王路飞，新人罗杰布鲁克，区区四皇老甚平，萝莉杀手乌索普，平平无奇汉库克，没有野心黑胡子，迷之自信莫利亚，无敌铁块 CP9，做我儿子纽盖特。这是旱灾杰克，这是异灾奎因，这是盐灾 King， 这是孝子大河，这是倾囊相授的百兽可爱多。2周速成班，3棒教出来个5档路飞，9亿的赏金8亿的腿，10亿的赏金9亿的牙，500的赏金400的皮，100的赏金1000亿的甲。他可以是医生，也可以是粮食，还可以是狸猫，因为这个时代名为乔胡子，旧时代已经没有能煮下他的锅了。这2人凑不齐一双眼睛，这3人凑不齐一个脑子，这4人凑不齐一个绅士，这10人凑不齐一个正常的。友情不过冯克雷，温柔不过克拉松，正义不过藤虎将，男人不过白胡子，深情不过奥尼塞尔，该死不过桃之助。索隆指路不能信，山治的香烟不能点，路飞的帽子不能碰，乔巴的医术不能夸，布鲁克的问题不能答，巴基的鼻子不能说，明哥的眼睛不能摘，基拉的名字不能倒着念，但红发的面子必须给。顶上一战结束后，赤犬生了，青雉走了，黄猿躺了，藤虎糗了，绿牛拉了，卡普跪了。替灵局留给海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乔巴能骑在索隆的身上，也能骑在山治的肩上，还可以坐在弗兰奇和布鲁克的头上，甚至罗宾也被他骑过。但是只有路飞能坐在乔巴的身上，然而奈美却可以随时随地骑在船长的头上，所以草帽团谁的地位最高已经显而易见了。五老星萨坦的牛鬼形态究竟有多强？这颗果实又都有什么可怕的能力？在最新一期漫画里，本该只是前来督战的土星萨坦看到黄猿短时间还拿不下路飞之后，便亲自出马来到了岛内。他上来就变成了一只巨大无比的怪物，从变身后的整体特征来看，与传说中的妖怪牛鬼非常相似，牛的头，蜘蛛的身体，并且体型巨大无比。这颗恶魔果实不仅是一颗幻兽系，上限也非常高。日本民间传言牛鬼的地位是凌驾于众妖之上，也是妖怪中最接近于神明的。实际上五老星也开发得很好，他身后的蒸汽飘带可以证明已经觉醒了。在萨坦变身的过程中，有一名海军由于嘴碎被他看了一眼便爆头了。这个能力正是妖怪牛鬼的技能之一凶眼，据说只要和牛鬼对视的人会产生幻觉，之后便会七窍流血暴毙而亡。波尼最后刺中萨坦那一刀大概率就是中了幻术，如果这个能力可以与霸王色结合的话，想必会发挥出让五档路飞都头疼的能力。另外，牛鬼还非常善于用毒，他会经常从口中喷射出大量毒液和毒物来发动攻击，中招的人或动物根本来不及挣扎就死透了。不过最棘手的是牛鬼属于水生怪物，喜欢栖息在水中。目前为止，海贼王里已知的普通动物系能力者大多都是地上跑的和天上飞的，还没有一个是水栖生物，哪怕是幻兽种和远古种也没有生活在水里的能力者出现。但土星萨坦的牛鬼果实却打破了这一常规设定，如果它真能潜入海里，那可就是明目张胆的开挂了。